希望大家成功躲过了圣诞节的这波下跌。我们在12月上旬就已经明确提示了。首先表明基本观点，2025年资本市场将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而且对美股的涨幅预期要放低。今天我们从这3个人的主要政策方向来分析对美国经济、美债和美股可能的影响。我们去年就提到过，2025年资本市场的高度不确定性来自于 Trump、Musk 和 Bessent 这3个人的政策方向、力度大小、执行快慢的不确定性，还要叠加 Trump 和他这些亲密幕僚之间的关系的不确定。为什么这样说呢？Trump 无中生有，政策观点180度极限翻转，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这些特点已经在他第一任期当中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了。这3个人的政策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3个方面，包括财政政策、贸易政策和移民政策。这些政策交织在一起，叠加上去监管和减税这2条基本确定的政策，对企业盈利、美债发行量以及美债长短期配比、美股市场的流动性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从而再影响到其他的资本市场主要品种，包括美元、黄金和原油等大宗商品。首先，我要解释一下这张图。这张图是2025年分析框架的核心，其中上半部分绿色条幅分别列出了对经济股市有利的主要影响因素，下半部分红色条幅列出了对经济股市不利的主要影响因素。横轴是可能的影响开始时间和跨度，条幅粗细是可能影响的大小。我们暂时考虑2个政府财年，中间的虚线是2025年财年结束。站在当前时间点，为什么会挂出这样一张图？接下去我们逐个讲清楚逻辑。Christmas Rally 已经被鲍威尔给砸了，那么2025年的美股行情会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分析师对过去25年股票市场的点位预测。最近已经连续5年错的离谱，如果这是射击打靶的话，这个5枪是0分。所以大家在看2025年各家投行的预测报告，看到预测年底美股市场点位的时候，就当看星星投飞镖算了，好玩就行了。但是我们这里要强调的不是分析师的专业能力不行，亦或是投行的预测能力不行。我想说的是，资本市场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任何人都不是神，不可能在那么长一段时间内完全算清楚后面事情真实的发展。既然之前政策都具有连续性的年份，分析师的点位都会错得离谱，那么我也不想做点位的分析预判。最终各类资产的目标点位，或者是各种资产的配置仓位，还是要各位交易员自行判断。如果非要提建议，那么就是面对多重高度的不确定性，最好保守一点。首先说一下财政，这是美债发行量和美股流动性的先决条件。美国2025财年已经从2024年的第4季度开始了。在这个财年中，美国国债和财政支出主要分为2大部分，一部分是政府和总统有裁量权的，另一部分是法律规定的，基本上是不能动的。因此，能够调整的部分主要是国会和总统有裁量权的那一部分。民主党政府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大政府强监管，而特朗普上台后则是小政府弱监管。虽然美联储加息导致利息非常高，但拜登政府通过大量发债和对非法移民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保持了美股的上升趋势，从而用财富效应保住了美国经济，并压低了通胀。然而，现在这些条件可能要反转了。在美国政府的财政预算当中，我们看到2024年和已经开始的2025年，最大头的部分是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联邦预算分为强制性支出和可自由支配支出。强制性支出由国会决定，无需每年重新谈判或授权，占联邦预算的71.7%，包括了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要削减这些预算，需要通过最高法院。可自由支配支出则需要通过国会和总统之间的政治博弈来立法，占联邦预算的28.3%，主要包括了国防、教育、交通。根据最新的材料，马斯克打算拿政府雇员、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先开刀，但如果要实现削减财政预算的30%，也就是2万亿美元的目标，短期内是非常困难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是联邦预算中最大的2项支出，约占总预算的1/3。这2个项目都不是针对特定人群的福利，而是面向所有美国人的普惠制。马斯克和他的助手的设想是通过私有化养老金系统和医疗保险，并将其中一部分转化为针对性的救助项目，理论上可以节约约1.6万亿美元，相当于联邦预算的1/3。然而，这一法案在政治上面临巨大的阻力，需要通过最高法院修改法律来改变。
特朗普已经承诺不会触及这两大支出项目。除此以外，在不触及最高法院和大型普惠制项目的前提下，DOGE 只剩下通过大幅削减联邦法规和削减政府雇员来实现节约政府预算的目标。虽然现在 DOGE 对外宣传的目标很高，但最终30%2万亿美元的目标短期内绝对实现不了。短期来看，最有可能的就是削减联邦法规和政府雇员。如果这条效率非常高的实现了，可能导致美国经济小幅衰退和失业率上升。如果难看的数据又对美股造成大幅冲击的话，不管是特朗普还是美联储的 Put 一定会跳出来救市。所以这个场景如果发生的话，我认为是买入的机会。中期来看，DOGE 对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的财政预算进行调整的方向是很明确的，虽然时间会比较长。因此，美股中医疗健康板块以及流动性要求非常高的资产，我认为需要谨慎对待。有人将特朗普的财政预算削减比作当年里根的改革，认为只要特朗普这样做，美股一定会暴跌。我不认可这种简单的类比。里根任期内的2次暴跌，第一次实际是前任造成的，那个时候通胀失控 ，Paul Volcker 在暴力加息的情况下，让美股进行了第一轮暴跌。而第二次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五只是短期的一次波动。真的要长期走熊，需要像小布什那样去海外到处打仗。显然，在川普的第2任任期发生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而现在美联储处于降息通道，通胀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并且美联储随时可以通过政策来托底市场，因此暴跌的风险相对较小。如果真的短期暴跌，我认为也是一个买入的很好的时机。另外，财政预算削减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不会很顺利。最近从 H1B 的签证事情就可以看出，马卡党和硅谷 Tech Bros 两派势力已经开始对立。之前的民主党政府相当于在给整个美国社会吸毒，现在处于戒毒阶段，必然会有戒断反应，各种势力会跳出来反抗。马卡党的诉求是白人至上，属于极右，但特朗普并不反极右，他反的是极左。然而，第一波出来反对特朗普新政府政策的人，居然是马卡极右党。因为DOGE的2位领导人，他们实际都是通过 H1B 签证进入美国的。在大部分获得批准的 H1B 签证申请都和 IT 行业有关，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软件开发。雇佣这些 H1B 签证持有者的企业还高度集中，主要就是17家高科技企业，美股7巨头当中有5家在排名前10里面。美国的 H1B 签证原则上是授予那些在美国找不到但是又急需的外国人才的。基于美国的国情和教育水平，这样的人应该属于那种头部的0.1%的顶尖人才。然而从数据中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在实际实施当中， H1B 签证其实并不像一个针对所谓顶尖0.1%人才的签证，倒像是一个每年用来招聘10万相对低薪的 IT 和金融服务专业人员的计划。目前在 H1B 签证技术移民这块，一向以反移民为自己执政重要理念的 Trump， 为了表示对 Musk 的支持，选择了站在 Musk 这边，这和他在第1任期时反对 H1B 技术签证的移民观点完全相反。Trump 的表态很有意思。Trump 说：“我自己就用了很多 H1B 签证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 Trump 是开酒店的，美国酒店里面用的大部分是机械性工作工人，这些工人从事的是马嘎不喜欢做的工作，比如客房清洁和餐饮服务岗位。他们这种是 H2B 签证。虽然持有 H1B 签证的并不真的都是顶尖人才，但在 Trump 酒店当中工作的那真的肯定不是这种人。所以这个事实也就表明 Trump 自己本身也在不断权衡，而且他的转变速度非常快。这件事情可以看作是 DOGE 改革的预演，可以预见到后续涉及到减少政府雇员、医疗改革、社会福利保障等问题，情况也应该不会顺利，但短期内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肯定是存在的。大家可以设想一下这个情景，美国政府雇了一群超过150公斤的胖子审批给青少年做变性手术的预算，他们在用工资去采购商品和服务，实际上这都是 GDP 的一部分。只要用 KPI 卡了他们的工作岗位，让这些超过150公斤的胖子去干以前非法移民、清洁工和端盘子的活，哪怕他们愿意干这种马克党认为低档的工作，而且雇主也愿意让一个移动缓慢的庞然大物去做这些事情，他们的工作效率和工资显然相对于非法移民性价比是要低得多，对 GDP 的总量和通胀都是不利的影响。削减财政预算的力度和快慢是一个短期对美国经济比较大的不利因素。
另外，Doge 这个部门本身，它的两位领导人和 Trump 之间的关系，给这个不确定性叠加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因为 Trump 和他的亲密幕僚之间反目成仇这种事情，在他上一任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民主党背景的媒体都希望 Trump 和 Musk 两人吵翻，包括共和党内部的 MAGA 派。新闻上非常喜欢炒作两个人关系破裂的蛛丝马迹，但是至少目前从新闻上公布的照片和视频来看，两人的肢体语言显示他们的关系还是挺好的。但是这是一个我们看得见的灰犀牛，说不定哪天两人就吵翻了。因为实际上这两个人不是没有互相对骂过。不要看现在 Musk 和 Trump 两个人好的都有点像法国的著名甜点 Macaron 的甜腻，这两个人前2年还在推特上互相对骂，所以可以预见到 Trump 让 Musk 冲在前面去干 Doge 这个最不讨好得罪人的政府效率部门，实际上是给自己做了一个挡箭牌。不管最终干得好坏，如果激起美国国内的一些民愤，或者政府部门内部的强烈抵抗，Trump 最后大不了让马斯克背黑锅，然后把他弃用掉。反过来，如果干得好，成功削减预算，同时经济保持稳定，Trump 可以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小结一下，政府部门的预算削减在 Trump 第一天上任就会开始立即执行，这对美国经济短期一定会有负面的影响。如果削减得快，负面影响可能更显著。Trump 的非法移民政策也会从就职的第一天开始，但移民政策看上去是 50-50， 清理掉非法移民可能会增加工作岗位，从而吸收一部分找不到工作的人，提高这部分人的就业率，这样两边就对冲掉了。但是可以比较确定的是，非法移民的工资肯定低于美国本土的马卡党工资，所以从劳动力成本来看，大概率会推动企业成本上升，从而推动通胀小幅上升。至于关税，对于缓慢逐步加关税的影响，市场已经消化掉了。从美元汇率近期的走势以及各国股市1月1号开始以来的表现来看，这部分影响市场已经提前走位。只要不像 Trump 自己宣称的那样，一步把高额关税加到位，影响应该是缓慢的，对美股的冲击应该不会太明显。这块短期内不需要太担心。不确定性在于 Trump 上台后是否真的会一刀切，或者是变本加厉，还是只作为谈判的筹码。个人判断，作为谈判的筹码的概率更高一些。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债这部分。不管 Doge 的效率高低，短期内美债借新还旧那是一定要进行的。耶伦之前操纵市场利率，选择增加非常短期的美债发行，导致2025年将有异常庞大的短期债券到期。预计2025年将有接近3万亿美元的短期美国国债到期，尤其是1到6月将有大量的到期需要偿还。Bessent 曾将耶伦选择更高比例发行短期国债描述为风险策略，并指出其带来显著的成本。他可能会转向更多的发行中长期美债，那么2025年就需要用新增的长债去替换到期的短债。另外，长债发行量还与税收有关。短期税收因为减税存在减少的可能，清理非法移民还要额外花钱，削减预算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所以长债的发行量短期大概率会上升。长债发行量的上升会吸收目前已经所剩不多的 overnight RRP 的多余流动性，短期对美股的流动性也是不利的。短期利率这块，美联储现在进入降息周期的 Phase 2，也就是走一步看一步的缓慢降息。当前我们看到机构和联储官员对2025年的预期，包括点阵图上显示的，都是按照2次降息来交易的。但是如果 Doge 工作效率高的话，我觉得2次降息肯定是不够的。因此，短期内美联储的政策利率，我还是维持之前的观点，2025年底大概率在 3.5% 左右。目前市场2025年2次加息的压注显然是偏少的。在长端利率方面，我相信2024年因为美联储降息去买 TRT 的人能不亏已经不错了。当前时间点看不到美国长端利率大幅下降的可能性。如果美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通胀由于移民、关税等短期政策影响保持在 2.5% 左右，甚至更高，只要没有硬着陆，长端利率下降的空间不大，长端利率也看不到大幅上升的可能性。现在长端利率已经基本达到 4.7% 左右的水平，对美股估值造成了较大的压力，再往上超过 5% 的概率不大。市场已经提前走位了，新财长会调高长债发行比例和长债发行量的这样一个预期。长期来看，
Doge 削减预算会导致国债发行总量下降，美债收益率曲线会回归正常斜率，期限溢价将支撑美债收益率保持在4.5%左右。这几个人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对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等权益资产带来波动性较大的风险。买 VIX 保险的人自然会变多，VIX 可能很难回到2024年的低位，自然 CTA 也不可能像24年那样无脑买入，甚至转为卖出。2024年12月后半个月已经做了一次这种场景的预演，短期内叠加美股1月回购暂停，10年期美债收益率还在4.5%以上，短期美股压力是非常大的。中期来看，一方面是流动性，另一方面10年期美债收益率维持在4.5%左右波动，对美股和估值和流动性都造成了一定的压力，这对红利股和成长股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然而，只要美国经济没有硬着陆，继续保持韧性，专注于美国国内市场的一些周期股可能会有比较好的表现，我们后续会继续保持观察。另外，AI 这一块已经炒了2年，头2年主要炒的是 AI 硬件，也就是 AI 基建。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逐渐转向软件。接下来的炒作应该会继续扩散。一方面，AI 软件还有继续炒作的热情；另一方面，一些应用 AI 软件的公司通过提高工作效率、削减成本、提高盈利，在某些公司上已经体现出来了。这块也是值得关注的。之前我们的视频里也分析过 AI 软件公司。最终谁会形成杀手级应用，类似像操作系统一样的 AI 操作系统？现在只看到国防 AI 肯定是 Palantir 通吃，民用和企业这一块各家还处于赛马阶段，最终谁能跑出来非常难说。所以投资 AI 软件股可能还是买行业基金，风险和波动性可能会小一些。Trump 政府放松监管，降低企业税率，这对整个美国市场的公司盈利是有长期的正面影响。也是支撑美股盈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适用于所有美国企业。放松监管对 AI 有一些地方是需要注意的。AI 并不是要全面放松监管，这又涉及到 Musk。他之前的 OpenAI 的态度是要强力监管，虽然 Musk 支持的 SB1047法案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安全创新法案最终被加州否决，但 Musk 打击竞争对手 AI 发展的态度已经很明确。这种态度最终要看 Trump 如何权衡背后的利益。如果按照 Musk 的设想，对别人强监管，对自己放松监管，那么 Tech Bros 这个阵营可能会像最近 H1B 签证一样，自己内部开始撕扯大战。这一块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美元指数短期看不到大的下行动能。美国全世界经济增长第一，降息又慢于其他央行。我并不认可大摩的所谓建立在欧洲经济反转的基础上的美元下行论，这种可能性看上去很小。黄金的价格上涨来自于几个方面。首先，各国央行的降息政策推升了黄金的估值。其次，由于地缘政治风险和各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各国央行大量买入黄金，推动了黄金的需求。此外，在黄金2024年大涨之后，其上升的动能可能还没有结束，因为黄金属于长周期品种，它的上升周期往往以10年为单位。因此，黄金突破历史新高后，现在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回调和暂歇。黄金的未来走势风险主要还取决于美国政府的财政预算削减。如果美国政府短期大幅削减美债发行量，黄金短期内可能会下跌。这个风险我们在后期会保持关注。原油现在的需求驱动因素并不强，但从 Trump 之前的政策来看，他可能的做法是这样，因为他在竞选时为了拉选票，到处说要增加页岩气的开采量，包括 Bessent 的政策也是要每天增加300万桶的石油产量。那么增加产量显然会导致油价下跌，但这样大量贱卖，石油供应商还是赚不到钱的。我想他不会那么傻，肯定不会这样做。很有可能的一种场景是，一些主要的产油国如果与 Trump 交恶，这些产油国很有可能被 Trump 先期进行制裁，比如伊朗、委内瑞拉这种国家。Trump 很可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先制裁这些国家，把油价拉上去，然后自己再开始卖油。这和这次切断俄罗斯与欧洲天然气供应的套路是一样的。我先切断你们的供应线路，然后我来高价卖油，从而达到双赢的目的。最后小结一下，2025年的资本市场，不管是债券、股票、权益类资产，包括黄金和原油，我们将面临自疫情以来可能波动最大的一年。所以
如果大家在2024和23年可以 buy the dip， 在2025年如果想 buy the dips， 可能需要多一点耐心，不要很快就在低点买入，可能先要等一个反弹下跌后再去买入，而且要把移动止盈和止损设好，少加杠杆，这样的胜率可能才会高一些。祝大家2025年交易顺利。